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泥鸭汉堡，今天为大家带来搞笑的浓眉们辛普森一家第14季第4集。现在是愉快的妇女时间，辛巴和辛小妹正在猜测1948年是哪一个当选总统。按理说过去的事情只需翻翻历史就能够知晓答案了。辛小妹就知道最后是杜鲁门当选了，不过辛巴就比较死脑筋了，非得说是杜威。最后理所应当就由辛小妹来决定妇女活动的内容，她的要求就是给流浪汉建造房屋。辛巴听后差点没一口气上来。父女俩准备好之后来到了贫民区，在这里做公益的人还真不少，有好几位前总统都在这里，克林顿啦、老布什啦、吉米啦。不得不说这3个人的互动相当有爱。辛小妹钉完了最后一颗钉子，转头来看辛巴在干什么，原来他正在墙上乱涂乱画，还吸引来了一位同性恋哥们儿。辛巴这才发现自己写错字了，慌忙用油漆掩盖，还将戒指脱下给女儿保管，说是戒指，其实就只是一个创口贴，真的早进乌龟肚子里了。就在这时，开跑车的富婆们来到了这里，想物色一位优质男人当老公。离得较近的辛巴自然成了他们的人选，虽然长得是其貌不扬，但就好父亲这一个人设就足够打动富婆，再加上他刚刚摘下了戒指，清晰的戒指印记让他变得更加迷人。于是2个富婆争相对辛巴献殷勤。就在辛巴对2个富婆大展拳脚的时候，辛巴带着小小辛恰好来到这里，这一场景马上就让他浮想联翩。根据他平常所看过那些段子，辛巴此举绝对就是传说中的调情，气得他连车都没下去，直接扬长而去。其实他完全误会了辛巴，因为他只是向富婆展示他老婆生孩子的辛苦。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，心事重重的辛妈问丈夫是否爱会消失，因为他有时候觉得辛巴会想着别的女人。辛巴却表示他担心是多余的，自己的妻子本来就已经很好了，他没有理由还要想着别人。但是辛妈还是有些不安。就在这关键时刻，辛巴竟然睡着了。对于这种婚姻问题，辛妈找到了曾经丈夫出过轨的阿普的妻子，把自己对辛巴的顾虑说了出来，不知道是真心的还是报复辛妈，又戳他的痛处。阿普的妻子捏了捏辛妈肚子上的赘肉，你的男人为什么喜欢别人，你没点数吗？阿普的妻子带着辛妈来到整形医院，很快手术开始了，医生没有给他废话的机会，直接给他戴上了口罩。手术结束后的辛妈很意外的发现自己对于抽脂竟然没有什么感觉。正疑惑之时，隔壁的争吵吸引了他的注意，原来是带秘书来分凶的镇长，发现他秘书术后依旧是一马平川，那这硅胶垫到哪去了？答案就是在辛妈身上，无端把抽脂变成了隆胸。辛妈自然是很生气，不过医生也答应等过2天就给他取出来。辛妈就这样顶着意外得来的大胸气冲冲的离开了。突如其来的大胸给辛妈生活造成了很多困扰，连抱孩子都成了一件麻烦事儿。为了能够在取出这玩意之前不引起辛爸的注意，辛妈早早就上床休息。不过很显然她知道了也没有关系，因为这正合她的意。兴奋之余的辛爸提出明晚去餐厅吃饭，还特意叫上辛妈的2位姐姐。体会到了胸大带来的好处，辛妈也就渐渐不是那么排斥她了。男人对于身材好的女性总是格外优待，原本没有空位的餐厅也可以为她强行安排一桌，就连膳食也是最好的。辛小妹只想知道因此而得来的关注，辛妈真的会高兴吗？这个问题辛巴用歌声代替她回答了，就像辛妈把钻石戴在手上，这会令他们都闪闪发光。歌曲一旦开了头，周围的男人也纷纷开始恭维辛妈，用世间最美好的事物赞美她，即使知道这只是暂时的，也让他们甘之如饴。不过辛巴最后一句然而这只是我一个人的，确实让不少男人扫兴了不少。不仅能够得到男人们的青睐，辛妈的好身材还给她争取到了一份模特的工作，也许她会把这对大胸留下来也说不定。有了身材加持，辛妈更妇女人味了，她很享受在工作中成为男人眼中的焦点，就连去老模子酒吧也能获得温馨提示。不过大胸带的不便也越来越明显，比如腰疼、站不直，还会引来很多变态。身体的病痛并没有让经纪人格外开恩，反而给他注射了微笑针，就强行让他工作。太过依靠身材优势，最终也会让你自己在别人眼里只剩下了傲人的身材。现在辛妈就陷入了这样的困境，男人们看她的眼神不会再那样有所避讳，他们已经足够大胆，并且开始口出狂言，直接把辛妈当做一件可供交易的商品，因为他们所购买的不是辛妈所推荐的物品，而是可以肆无忌惮对她身材评头论足的权利。就在此时，会场另一边大象叫声吸引了辛小妹的注意，她慌忙告诉了辛爸。然而这个傲论子英勇的冲了过去，送了个人头，被大象叼着。其他2人分别是眼镜仔和小新。在这紧急时刻，让我们回顾一下他们的经历。就在辛爸辛妈在卧室享受成年人的快乐时，孩子们也在楼下享受自己的快乐，和好朋友一起看电视。正巧这时候正放着老版蝙蝠侠，上面演的是蝙蝠侠智破旋转木马陷阱，邪恶小丑准备正义势力申请。看着被绑在旋转木马上高度旋转的蝙蝠侠，小新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在学校尝试一下了。眼镜仔也是一条好汉，自告奋勇的表示可以拿他试试，原因就是蝙蝠侠能脱身，所以他肯定也能。自信虽然是一件好事，但莽撞
状无知，可就不是了。有了愿意一射小白鼠旋转眼镜仔项目，很快就得以实施。不过这不仅仅考验眼镜仔的身体承受能力，更重要的是旋转飞盘的质量，因为它很快就飞了出去。旋转飞盘加上空中漂移，还多了个项目，在学校到处乱窜飞盘，很快就闯了大祸。他不仅撞到了国旗，还从上面碾了过去。若是在平时，校长训几句也就完事儿了。但是今天刚好校长带退伍的老兵来校参观，没有比当着老兵的面羞辱国旗更让他们生气的了。如果有，那就再来一次；如果还不够，那就呕吐在国旗上。这一切彻底让老兵震惊了，直接就拎起这个罪魁祸首眼镜仔。不过凭着校长对他的了解，还不至于相信他能够做出这种事儿。刚好小新走过来查看情况，真相大白了，肯定是这小子搞的鬼。在校长的逼问之下，小新说所做的一切都是源于对小丑的模仿，那么小丑就是元凶。校长表示，这个带坏孩子的人一定要受到惩罚。这个惩罚来得很快，为了抵制小丑，家长和老师都纷纷聚集在他们的家门前举牌抗议。两方势力谁也不愿意服软，但是人多总还是占优势的。孤军奋战小丑直接被推倒在垃圾桶里，真是狼狈不堪。群众抵制很快就起到了全方位的作用，小丑不再被允许表演任何好玩的事，就连他身边那只有趣的猴子都被重新放归山林了。小新作为让偶像陷入困境的罪魁祸首，他告诉眼镜仔，他们必须想办法解决。小新的鬼点子很多，没过多久，他又找到了小丑，告诉他自己的方法，就是找来了一头大象，他会劫持眼镜仔，但是不用担心，因为只需要说一句咒语就能够让他温顺下来。小丑需要做的就是当一个正义之士，救下可怜的眼镜仔。确实够可怜，每次都是炮灰。大象和被压倒在地眼镜仔很快就位了，现在就该小丑出场了。他也确实站出来了，但是咒语忘记了。大象可没有耐心，等他猜到正确咒语，直接就把眼镜仔叼进了嘴里。一旁的小新也没能幸免，接着就到了辛巴的送人头时间了，一口吞3个人，这问题就有些严重了。警察已经就位，准备随时开枪。就在这关键时刻，辛巴站了出来，劝说警方无果。他立刻站在最显眼的位置，解开了衣带。这下人权焦点又回到了辛巴身上。小丑看着眼前景象，也说出了那句咒语肉球。最终当是皆大欢喜，小丑救下2个孩子，重新挽回声誉。辛巴也成功救下自己的丈夫和孩子。对于自己身上这2坨肉的去向，辛巴也做出了选择，那就是做回自己。为了庆祝这一美好时刻，全家人高高兴兴吃炸鸡去了。没有女性能拒绝来自男士的爱慕，辛巴也不例外。如果仅仅让身材变好就能享受各种优待，那么谁不愿意永远拥有它呢？但凡事都有利有弊，当你以色示人，这便会成为你仅存的价值。通过取悦男人来获得成就感，最终也难以避免沦为待价而沽的商品。所谓人生价值，并不表现于外表的浮华，而是在于其坚毅强大的内心。就像是对变态无比恶心辛巴，也可以为了拯救别人而甘愿在大众面前袒胸露乳。世人所见的没有无耻与色情，唯有对家人深深的爱。再说，因为追星而酿成大祸2个小朋友，这个话题到现在也充满了争议。每个人都有向往完美的愿望，然而何为完美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定义，所以他们选择了不同的偶像，以期自己能够成为同样的人。追星的正面意义便在于此。然而对于世界观还未形成的孩子，何为正确和错误，真实和虚假，可为和不可为，在他们心里没有一个完整的概念。所谓追星，就是一味的模仿偶像的一举一动，殊不知这样不仅不会让自己更优秀，还会给喜欢的人带来无妄之灾。人们应该追求的是努力变得和偶像一样优秀，而不是被激情遮住自己看清世界的眼睛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小伙伴别忘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